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皮。今天讲的是神角特别篇黄片的最后对决，四条王中个人实力最强杜与小黄夏伯之间的决战。这里要先说一下，杜与小黄同是长蛮森林的人，用同样可以治愈精灵的能力，两个人初衷都是治愈精灵、保护精灵，但却走向背道而驰的道路。小黄在小镇影响下，更希望与精灵们和谐相处，甚至不希望精灵进化成为战斗的工具。而杜则是童年亲眼看到人类自残忍对待精灵，开始深恶痛绝人类，想集8个徽章召唤出洛奇亚，消灭人类，缔造只有精灵的理想国度。与杜的决战开始之前，我们先进行一段前情回顾。火箭的精灵干部与小黄、小南等训练家史无前例的强合作，8个人分成4组，从深红岛出发，4组分别对战实力强劲的4大天王。纳兹让胡帝给每人分发汤勺，可以让组的2个人互相读懂彼此的想法。经过商议后，小黄与夏伯一组，小猫与阿菊一组，小南与纳兹一组。马之士本来应该是和小智一组的，但此刻只能与郑辉作伴。4人从深红岛出发，通往四天王所在不同根据点。小猫与阿菊面对是四天王的橘子，小南与纳兹面对是冰系高手科拉，马之士带着凑人数郑辉面对大块头之霸。在前期与四天王的对决中，顶级训练家与火箭的组合由于不了解四天王的实力，面临着巨大的瓶颈，节节败退。但好在这些顶尖训练家战斗质量极高，同组2个人还可以利用勺子同享意念，让彼此战斗方法结合，配合默契。阿菊的阿伯怪利用尾巴的再生能力，还用精灵球用精灵叼着解麻药，最终救下被麻痹双人的小帽，小帽重回战场，合力击败了橘子。本来被克拉明准姐打下悬崖，小南和纳兹就在水箭怪背部利用水箭怪高压水枪从悬崖下面升了上来。小南利用白面怪伪装手段的假象，在克拉轻敌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变成摔断假臂的白面怪突发袭击，把克拉击败。而本来必败马之士等到了小智，小智在第一次与之霸的对决中就已经施展出了之霸的实力。小智利用可以自由改变属性的一步，凭借熟练的战斗技巧，之霸最终被小智击败。至此4大天王中的3个都已经被打倒，现在只剩下杜一人。此时小黄与夏伯准备前往杜所在地方，在湍急的水流冲击下，小黄的帽子被冲掉。一路上对于男生想要示人的他暴露性别，图鉴也因为水流被冲远。科学怪人夏伯感到一脸不可思议，一个小女生竟然能够披荆斩棘，把四天王阴谋揭露。两人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深红岛的深处苏方岛，在夏伯判断下，认为此时2人已经陷入僵局，这边的山洞说不定只有一个进去的地方，而没有出口。2个人只有打败杜，才有机会从这个构造奇特的地方走出去。2个人朝着中午洞越往深处走，里面的光线越暗。夏伯用卡利欧火焰制造一个火把，利用火焰的微光领着小黄慢慢前进。此时近处传来了狂妄的笑声，夏伯与小黄无需思考便知道说话的人正是杜。在杜的口中，林比、华南、彩虹市即将灭亡，是用浅红、长盘马上都会被攻陷，城中的所有人都会被他消灭掉，他马上就要实现经历理想国度的愿望了。小黄利用皮卡丘释放闪光，照亮整个中午洞。小黄与夏伯终于看见他们对手杜。杜正一脸不屑的面对一个老头加一个小女孩的奇怪组合，作为飞行系高手，杜已经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本来想着为小智报仇，小黄想奋勇而上，却被夏伯拦了下来。夏伯通过狐狸的勺子把自己的想法与小黄分享出去，他的想法是一个人与杜展开战斗，试探杜的实力，另外一个人去旁边观看，分析杜的战术技巧以及精灵实力，找杜的突破口，然后再重拳出击。夏伯作为拥有实力强的超梦，本来应该是旁边观看的人，却此时把全部的底牌压在小黄身上，他准备自己成为献祭品，帮助小黄了解对手实力。夏伯似乎看到了这个能够治愈精灵的可爱女生身上的无限潜力，夏伯手上握着精灵球，朝杜的方向跑了过去。当杜看见朝他跑过去的老头，还以为要找他真人单挑呢。杜立刻让化石异龙发动破坏死光，没有顾及什么训练家的职业操守，而是直接让破坏死光瞄准夏伯与小黄的本体。在小黄大声叫出夏伯名字的时候，杜以为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可令杜意外的是，在一阵破碎的强攻下，被誉为最强劲的超梦出现了。这是夏伯手上唯一的王牌，是用梦幻的基因制造的最强基因。杜并没有因为超梦出场而害怕，反倒是兴奋了起来。他吐露到自己早前就已经知道火箭队手上拥有这只精灵了，认识人类靠小聪明的作品。可能之霸与杜沟通过战斗方式，与站大岩上的之霸一样，杜则站在化石异龙背部盘旋升天。化石异龙升天那一刻，小黄与夏伯周边的山洞好像有些崩塌。杜飞上天空，利用视野盲区，让化石异龙利用超音波攻击夏伯与小黄。超梦与夏伯姿势一样的使用技能屏障，转出了光墙，抵挡住了化石异龙的超音波。夏伯开始安抚有些害怕的小黄，并给小黄吐露到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要看清楚杜的实力。
然后就要看夏伯身体能够坚持多久，给小黄带来多少关于杜的关键信息了。超梦趁机光盾腾空而去，瞬间猎豹自己制造的光盾释放出巨大能量，把杜与化石异龙震飞。看到情况不妙，杜迅速召唤出了2只哈克农，利用技能呼风唤雷，改变天气，造出对自己有战略优势的局面。2只哈克农相辅相成，瞬间掀起了大风与闪电，配合上高速移动，围绕在夏伯与小黄身边。此时超梦在原地急速旋转，开始制造出龙卷风，想把2只哈克农吸引进龙卷风中间。只要哈克农被吸入到漩涡中央，他们必定会被漩涡中央强大引力粉碎。杜看到如此情形，并没有慌张起来，反而分析超梦招式，认为超梦这招像流沙漩涡，慢慢的把今年吸漩涡中央而粉碎。杜的不慌张，让超梦感觉到被吸引龙卷风的2只哈克农，按照这个方向，可能还会利用龙卷风惯性配合招式进攻他护住的夏伯与小黄。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超梦被迫取消了龙卷风，开始利用自己强大能力保护夏伯与小黄。杜操纵化石异龙使用猛撞，目标是夏伯与小黄。有化石异龙2个翅膀如同利刃一般，如果小黄与夏伯被化石异龙猛撞击中，那就必死无疑了。可是杜低估了超梦的实力，超梦利用自己的念力制造出汤匙，挡住了化石异龙翅膀。小黄在旁边担忧了起来，这样高频度攻击，超梦也不是每次都能防得住的。由于小黄的精灵们大多都只是初始精灵，除了皮卡丘几乎没有啥战斗能力。一开始的战斗，杜的目标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攻击夏伯与小黄，让超梦不能进攻，只能保护。只要耗尽超梦的体力，剩下的傲人自然就不是对手。所以杜才用化石异龙、哈克农频繁攻击夏伯与小黄，让超梦被迫防守。可超梦还没有出现任何疲态反应，站在一旁的小黄却发现夏伯已经疼痛难忍了。蹲在地上，夏伯告诉小黄，原来最开始知道超梦的时候，由于梦幻基因只有一部分没有办法完全复制，再加上梦幻身上有暴走细胞，随时都有可能失控。为了完成知道超梦任务，夏伯把超梦的狂暴基因加载在了自己的手臂上。随着时间变长，如今夏伯不仅是手臂疼，有时还会牵连到肩膀区域。夏伯害怕的细胞也是在残缺基因的超梦身上。傲人拥有基因关系成为了共同体，所以只有夏伯一个人能够操纵超梦。但是这样做是很有风险的，一是夏伯不能离开超梦，离开了超梦就会出现身体负荷的情况，无法战斗。傲人超梦不能作战超过3分钟，如果是超时，由于是供体的原因，夏伯遭受不住高强度作战，身体会逐渐衰败，最终倒下。正是因为超梦与夏伯的供体关系，所以夏伯才会说出那句我一定要坚守在超梦的身边。哎，这就是奥特曼的设定嘛，毕竟超梦在那时设定是最强精灵，总不能被安排被杜打败吧。超梦的实力毋庸置疑，能同时牵制杜的几只精灵，拥有超强战斗力，反应极快，能迅速判断对手精灵的进攻，还能随时做出防御。逆天的龙卷风威力也强大。可是只有几分钟登场机会的超梦，面对的可是杜手上强大多只完全进化体的精灵。如果超梦失去战斗能力，就只剩下小黄一个人，杜自然就能轻松解决了。体力不支的夏伯面对这种情况，用狐狸勺子一时共享，告诉小黄他现在的想法。夏伯想利用超梦能够自由伸缩汤匙，把杜身上剩余的2个精灵球按钮粉碎，让杜召唤不出他的2只王牌精灵快龙和暴力龙。而哈克与化石异龙因为超梦战斗血量已经消耗了不少，只要暴力龙与快龙召唤不出来，小黄手上还有皮卡丘，这样战斗还是有可能赢的。小黄知道夏伯意图后，迅速召唤出皮卡丘分散杜的注意力，然后夏伯用最后一点体力，只是超梦把汤匙的形状变成了叉子，飞速冲到杜的旁边，精准的攻击杜身上精灵球开关。刹那之间，杜还没反应过来，精灵球全部被破坏，超梦完成了任务。夏伯看到如此情形，喊着我们赢了，但转眼之间体力透支，便倒下了。此时看着杜被破坏精灵球，小黄也开始庆祝起来，准备开始最后的对决。可是还没等小黄让皮卡丘使完10万伏特砸在化石异龙与哈克龙身上，杜就开始灭笑起来了。他拾起被破坏精灵球，然后摔在地面上，原来精灵球里全是空壳。随之来的是从地底下迅速窜出来的暴龙、快龙。超梦气愤地拿着汤匙，想拼尽全力与其战斗，可此时已经使用巨大能量，他如果不回到精灵球里，夏伯就会有生命危险。为了顾全大局，小黄迅速打开精灵球，把超梦输入到精灵球之中。比起杜强大龙系军团，更让小黄震惊的是杜恐怖的预测战斗能力，他能把夏伯的动机尽收眼底，早早就把暴龙与快龙召唤出来。而且就算是暴龙与快龙没有被召唤出来，杜也是必胜的，因为他拥有与小黄相同的战斗能力，能治愈精灵。2只哈克龙与化石异龙在杜的治愈能力之下，马上就回复到了满血状态。小黄仿佛中看到实力上巨大沟壑，此时他除了皮卡丘，手里用的精灵全是初阶形态，
这几只精灵加一起的体积还没有杜身边随便一只龙系精灵的身躯大。而且小黄面对的可不是一条龙，要面对的可是杜身后的5只强大的完全体龙系精灵。杜看着小黄身边这群呆呆萌萌的宝可梦，不由得被逗笑了。这样的战斗好像是耍儿戏一样。作为同样拥有治愈能力的小黄与杜之间的决战一触即发。我是卡皮，咱们下期见。